Hello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哈。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王志安和午夜散人是不是日本的主流啊？讲一下在日华人思想构造啊，跟大家讲一下真心话。那么王志安呢和午夜散人呢，算是从国内润到日本的两个典型例子啊。在海外放飞自我之后呢，总体上立场偏向反中国政府的恨国党啊。有很多上油管的朋友呢，都有一些疑问哈，为什么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这些地方呢，爱国华人就比较多？为什么北美、澳大利亚呢，恨国党就比较多？那日本到底是爱国华人多呢，还是恨国党多哈？那么王志安和午夜散人到底是日本华人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？那么今天我就通过一个今年2月18日周刊 Flash 所做的非权威在日华人调查来回答一下大家上述的问题。那么这个调查呢，主要是针对在日华人的政治倾向啊，发出去了100份问卷，回收了42份啊。数量上来说不是很多，但是偏差呢应该不算大，因为周刊 Flash 的读者他不是就说中国人在买的。那么在回收的42份文件当中呢，问在日华人是否支持习近平啊，得到的肯定回答是90%啊。那么问在日华人是否相信新疆有集中营啊，有这种虐待的行为啊，相信的只有7%啊。可以说在日本沉默的大多数华人呢，他的立场呢都是爱国立场。那么周刊 Flash 的编辑呢对这个结果呢表示震惊哈，因为他们觉得在日本这种铺天盖地的媒体洗脑多年之后，为什么在日华人就没洗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呢？啊，他们就觉得不理解哈。这其实就涉及到他们对在日华人的理解上有根本的偏差啊。还有就是日本大外宣和美国大外宣其实策略上有极大的不同啊。说到一个国家的大外宣，入门就必须通过软实力啊，就必须通过什么动漫啊、什么电视啊、电影啊这些东西，通过在文化上塑造的自己国人的形象，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实啊。比如说，美国和日本都算是世界上的软实力大国，但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其实完全不同啊。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面，其实他们很多都有一个主流价值观，那就是不要撒谎，坦诚相对啊。这个呢，其实是清教教旨的一部分啊。凡是美国的爱情片，我不是说动作爱情片啊，我们就会发现美国都会讲这个开诚布公啊，讲什么真实的爱呀、什么 true love 啊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包括什么六人行啊、生活大爆炸这些哈。我小时候看六人行的时候啊，对美国人诚实的态度其实非常向往啊，觉得人和人之间相处不就应该这样吗？但是反观日本对外输出的动画内容又是如何呢？它的电影和电视剧又怎样呢？它并没有给人一种所谓主人公诚实的印象啊。比如说 Trump 作品，它所谓的3大要素叫做友情、努力、胜利，它有没有讲诚实啊？它没有啊。甚至你说所谓的友情，它就是一种社交嘛，社交就带点妥协和欺瞒嘛，它就不是真实啊。而且呢，它的很多大卖的电影啊、电视剧啊，它里面都很变态，就是主要是心理变态，杀人比较多，然后呢，就是那种心理扭曲的人特别多啊。所以呢，我小时候看《名侦探柯南》啊，对我来说哈，我可能会觉得日本人是一个很有礼貌、很能隐藏自己内心黑暗的一群变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从来就没觉得日本人很诚实哈。那么这样构成的第一印象呢，导致了去到美国的华人呢，铺天盖地的看到反华宣传，又相信美国人是诚实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很容易把宣传当成真相，他不自觉的就失去了批判的精神了。可是来到日本的华人呢，不管看到日本官方怎么样的宣传，都会在想，就这个播音员啊，说这个的是柯南里面当面笑嘻嘻，背面插3刀的阴阳人烂屁股啊，这就是日本洗脑不大起作用的第一个理由啊。那么洗脑不起作用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日本人不怎么理解中国人啊，就是日本人吧，他很喜欢把外国人归成一类，然后用同样的逻辑去分析这帮人啊。比如说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来的人啊，如果是做同一个调查的话，他们就很受到日本的洗脑，然后对日本很有神圣感。但是中国人做这样的调查呢，就完全相反。这就是因为中国人和这些地区的留学生有本质的不同啊。中国是一个汉字国度啊，因此学日语的顺序是和其他国家相反的。你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学语言，首先呢肯定是先从声音入手吧，然后呢再从图像入手吧。你妈拿一个橘子说啊这个是橘子啊橘子，然后拿个小车啊这个小车小车是吧？你是这样学的嘛？最后你才开始认识到文字和语言的相关性啊，你会说话了，你会听了，最后到幼儿园你才开始识字啊。所以呢，大部分国家学日语作为第二语言，他们也是按照小时候这种学语言的顺序过来的。可是中国人学日语是反过来的，你想日本常用汉字是1942个，而中国人一般都会3到5千个汉字，因此刚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绩最好的是什么？是阅读啊，听力反而是中国人的弱项啊。
正常来讲，学日文听力应该是先会，然后才是阅读哈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留学，我班里面同学刚来日本1个月，刚会一点点 N3、N4 这种基础水平的日文啊，他就能轻松看日本报纸啊，没有不认识的哈，阅读毫无障碍。但是他的听力就特别烂啊。所以呢，中国人在日本考 N1 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阅读成绩特别好，但是听力呢就特别的烂啊。所以当阅读娱乐先于电视娱乐之后，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？那就是人就会知识分子化，就是公知化。大川有云啊，阅读助长批判，电视量产顺民啊。中国人到日本来，第一步就是成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啊。而知识分子整体是对政府持有批判意见的，结果日本华人上来就是站到日本政府的反面，那当然就不会轻易相信什么官媒，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洗脑。而北美华人为什么他就会成为美国政府的顺民？恰恰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啊！你看中国人学英文，那就是按照正常顺序，那就是先看电视剧，然后在生活中用啊，最后才知道这个单词怎么拼。有些单词吧，它有些特殊的拼法，有些不发音的地方啊。然后呢，你不看书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有些美国华人呢，一辈子用这个单词，他都不知道这个单词怎么拼的，因为当中有个不发音的 sh 什么的，他就不知道是吧？所以去北美很多人呢，刚开始的娱乐呢，大部分都是看电视啊，然后呢才是看报纸哈，不可能像日本是这样的反过来的顺序啊。甚至你如果是一个在餐厅里打工的，你也不是一个正经的留学生呢，去了10年你都不见得能看报纸啊。以前6人行里面不是有个叫周易嘛，周易 Tribbiani 啊，他就是文化很低，他特别喜欢看电视，但是呢他就不能看报纸啊。他打开报纸，什么纽约时报啊，打开报纸只能翻到最后一页去看一下最后那些4个漫画啊，他就这点水平呢。其实很多海外华人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不好意思的说呢，就是北美很多做中文自媒体的，大部分英文阅读量都是不够的，也没看过什么有深度的东西。英文媒体里面有深度的、有价值的东西多了去的，哪里是他们讲的那些东西？他稍微拿一点凤毛麟角出来，马上这个播放量就爆炸，但是他们不行啊，因为读不了嘛。你想这个读英文报纸最多的媒体人，那谁呀？搞不好就是郭正亮嘛，对吧？人家至少订阅了多份英文期刊嘛，定期英文阅读嘛，所以他的东西做出来，你就觉得干货多嘛，对吧？大家就觉得哎呀，看起来爽嘛，对吧？你想很多人就跟我说哈，史东记最近怎么又跳反了？又怎么我又加了个又字哈？史东记跳反是因为史东记他成长了，他文化上去了，他至少要看很多英文纸媒的东西啊，他会看很多英文的网站呢，他没有只看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啊，所以呢，他意识上其实有点北美公知化，就是他已经对美国政府呢，他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啊，所以呢，就显得有点支持中国的样子，但他整体上还是希望美国好，但是他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种就看电视那么低级啊。所以呢，你想特朗普为什么能够俘获大部分的美国选民呢？就是因为特朗普自己喜欢看电视，他也会搞电视啊。你说公知这种人，他永远是社会的少数嘛，最多就10%，因为能有这种阅读量的人真的就很少，在美国也一样啊。所以呢，特朗普身上就没有公知的臭味啊。据说这个特朗普啊，每天要看电视看到11点才去上班啊，就因为这个，他就跟那个班农闹掰了啊。班农说：“你这个做总统的，你怎么可以啊？天天迟到，天天为了看电视迟到，有这样做的吗？”然后他们两个就分道扬镳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综上所述哈，日本华人大部分都有日本的公知思想，同时日本自己的软实力啊，塑造的形象呢，也不是诚实，是那种对吧？心理变态啊，谈恋爱嘛，就是双方出轨，就这种东西啊。所以呢，这2点加在一起，导致在日的华人呢，绝大多数立场是偏爱国的。但是呢，在日本的华人呢，我不说全部，至少我推测，大部分也是不大喜欢小粉红啊，因为小粉红很多啊，都反日啊。他动不动就是什么今日高华扣帽子，然后就是这种极端言论啊，喊打喊杀。所以呢，这种过于反日的一群人呢，是让在日华人有切身的危机感的。因此，大部分在日本的华人呢，对安倍的评价呢，比在国内要正面啊。因为安倍推动的这个路线啊，就是搞这种放宽签证啊，推动旅游，让很多中国人到日本来，改善中国人对日本负面的刻板印象，对于在日华人呢还是有帮助的。就比如说，每当我听到我妈说很多以前特别反日的人啊，然后因为旅游去了一趟日本，对日本完全改个弯，我还是蛮欣慰的。尤其我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：哎呀，日本人这么礼貌，哎呀，日本这么干净，哎呀，比香港好多了啊！听到这个话，我内心欢喜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